直播是近几年最热门的话题。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直播设备。最简单的直播设备就是手机，你只需要打开直播软件，选择开播，就是这么简单。那不过手机的前置摄像头一般都比较小，在暗光环境下直播的画质会稍微差一些。那如果你想提升画质，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补光。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用手机也能获得不错的直播画质。那如果你对声音要求更高，也可以在手机上添加独立麦克风，插上就能用，非常方便。那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提升直播画质，我们可以用专业相机，不过相机无法直接用来直播，所以我们还需要一台电脑，用电脑直播。一些近2年的新型号相机会支持 USB 流式传输功能，我们只需要用 USB 数据线把相机连接到电脑后，就可以在直播软件中添加相机作为摄像头了。那不过这种连接方式有2个缺点，一是画面清晰度不高，大部分相机都只支持到 720P 分辨率，视频格式也是画质最差的 MGPEG， 画质并不理想。二是很多相机，比如我这个索尼6400是不支持 USB 流式传输功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大部分相机都会有一个用于视频输出的 Micro HDMI 接口。那这个接口我们通常用于外接监视屏，它是可以传输 4K 高清画面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这种 Micro HDMI 转标准 HDMI 的线连接相机和电脑来实现高清直播。但是电脑显卡或者主板上的 HDMI 接口都是往外给显示器送信号的，它是一个只出不进的单行道，我们把相机的 HDMI 线接到这些接口上是没有用的。而电脑上的 USB 接口是可以往电脑里传输数据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设备把相机的 HDMI 信号转化成电脑能够识别的 USB 信号。那这个东西就叫采集卡，相机的画面和声音通过 HDMI 线进入到采集卡中，经过采集卡芯片的处理，然后从采集卡的 USB 接口把画面和声音传输到电脑，然后我们在直播软件中添加摄像头后就可以开播了。那使用这种方式直播，清晰度是能支持到 4K 的，而且你也不需要在相机上点录制，你是连内存卡都不需要装，你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相机的续航。那我们通常会用这种有线的可以外接充电宝或者手机充电器的相机假电池来给相机供电，这样就能解决长时间直播时的续航问题。那在这个直播流程中，因为相机的画面要经过采集卡的转换，所以采集卡是一个能影响你画面清晰度的东西。我们在选采集卡的时候要重点关注3个参数，一是分辨率，2是视频格式，3是采集卡的接口。那比如这个50块钱的采集卡，它支持 1080P 60帧的录制。那在原则上来说，如果你是播 1080P 60帧的画面，那么这种采集卡应该就足够了。但是便宜的采集卡视频格式往往只会支持 MGPEG， 那这个格式采集的画面看起来会很模糊。好一点的100块钱以上的采集卡会支持 YU、Y2 的格式，那同样是在 1080P 的情况下，画面清晰度就会好很多。那还有的采集卡会支持 RGB 格式，色彩还会更好。也有一些采集卡会有2个 HDMI 接口，一个 in 口就是输入，一个 out 就是输出。我们相机的画面从 HDMI in 口进入到采集卡后会分成2路，那一路经过芯片处理后，通过 USB 接口传输到直播的电脑上。那因为这路信号经过芯片处理，所以会损失一些画质，也会有一点点延迟，但是用于直播是足够的。那另外一路几乎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从这个 HDMI out 连接到电视或者显示器上。那这路信号是高清无损无延迟的，主要用于实时监看。那还有一种 PCIe 接口的采集卡，这种采集卡把 USB 接口换成了 PCIe 接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插在台式电脑的主板上，它的连接更稳定，散热也更好。你甚至也可以给采集卡单独配一个风扇来给采集卡散热，这样你长时间直播时它的运行会更稳定一些，更适合商业直播这种对稳定性要求更高的直播间。那还有的采集卡会有 3.5 毫米的麦克风接口，可以外接麦克风。而 4K 分辨率的采集卡在直播中用得到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很多直播平台都是 1080P 的，不过 4K 采集卡大都能向下兼容 1080P， 所以预算多也可以选 4K 采集卡。那采集卡有了，接下来是电脑。直播的话，用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电脑都可以，但对于追求稳定性的商业直播来说，台式电脑的散热更好，长时间直播也更稳定。而且台式机也有更多的扩展接口，可以外接更多的设备，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那在电脑配置的选择上，可以以 CPU 为主，显卡为辅，因为你可能会用到很多的美颜、滤镜、特效或者绿幕抠图等等。那这些都会占用电脑 CPU 的资源。那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是，如果你只是播 1080P 60帧的内容，一颗自带核显的 AMD 5600G 就可以胜任一般中等质量的美颜加直播编码的推流任务。那如果你是要播 4K 60帧还要美颜加特效的话，稳妥起见，还是建议上一张独立显卡，把 4K 60帧的视频编码任务交给独立显卡去处理， CPU 负责美颜滤镜，那这样能最大幅度降低成本。
那我自己测试的是 i5-9400F 加 GTX 1650 Super 加16GB 内存这个级别的性能，就可以流畅应对一般中等编码质量的 4K 60帧的直播画面了。那如果你想播 4K 60帧高质量的画面，也可以使用 12400F 加 RTX 4060的方案，这个方案性能更强一些，在应对复杂情况的时候也能更从容一些。那有了电脑后，我们也能添加更多的外接设备来提升直播效果。那比如说我想提升收音效果，那么就可以在电脑上外接独立桌面麦克风。那麦克风大致会分为3类：电容麦、动圈麦和无线领夹麦。那如果你的直播环境比较安静，而且是唱歌或者乐器类的主播，就可以考虑使用电容麦克风，它的收音更灵敏，声音细节更丰富，收音效果也会更好。那如果你的直播环境比较嘈杂，那么可以考虑使用动圈式麦克风。动圈式的麦克风收音不太灵敏，但是可以很好的过滤环境噪音，只收录人声。那如果你要经常走动或者离电脑比较远，也可以使用无线领夹麦克风。这种无线领夹麦克风分为收音器和接收器，收音器录制的声音会通过无线传输到接收器上，然后我们再把接收器通过音频线接到相机上就可以了。那不过也有麦克风是 USB 接口的，你可以把麦克风直接插到电脑上，然后在直播软件中选择添加音频输入设备，选择你接入的麦克风就可以了。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相机加采集卡加独立麦克风的直播方案。那如果你还想再进一步，可以考虑使用多台相机多角度拍摄。那比如说一台相机拍远景，一台相机拍特写，这样画面会更丰富，看起来更高级一些。那我们要在电脑上接2台相机的话，就需要用到2张采集卡。当然也有采集卡是可以支持多路输入的，会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在直播软件中分别添加2个相机的画面，这样在 OBS 等推流软件中就可以实现2个画面的监看和切换了。那不过随着机位越来越多，设备的管理和画面的切换都会越来越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导播台来替代采集卡。导播台的作用与采集卡是类似的，不过导播台能接入更多的机位。那比如说我手中这个入门级的导播台就有4个 HDMI 输入接口，可以接4台相机。那还有一个 HDMI 输出监看接口，可以把这几个相机的画面都同步在一个监看显示器上。那导播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通过物理按键快速的在各个机位之间进行画面切换。那比如说我要播放3机位的画面，那在按下3机位按钮后，可以通过导播台上的推杆来控制转场和机位的切换，还能实现2个机位之间的交叉叠化效果。那如果你要外接多个麦克风的话，也是类似的原理，你可以把多路音频接入到调音台，然后通过调音台上的旋钮进行声音的切换和管理。那到了这里，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多机位导播台加多音频调音台的直播方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直播软件。我们常用的直播推流软件有 OBS、B 站有哔哩哔哩直播机，抖音有直播伴侣，它们的功能大都类似。我们先以比较简单的哔哩哔哩直播机为例，打开软件后，我们可以在左上角选择切换横屏或者竖屏直播，然后添加素材，先添加一个摄像头，在镜头设置里我们可以调节分辨率，这个分辨率是采集卡支持的分辨率。另外美颜、补妆、滤镜等贴纸也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那如果你想让你的直播间画面变得更丰富，也可以添加更多的素材，比如说窗口捕捉，就是把你电脑上一个已经打开的窗口添加到直播画面中。那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计算器，然后在窗口捕捉中就能捕捉到这个计算器的窗口，我还能随意调节它的位置和大小。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显示器捕捉，显示器捕捉会捕捉你整个显示器上的全部画面，一般会比较适合全屏播游戏类的玩家。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直播间上添加个性化的图片、文字、手机投屏等等。在直播设置里，我们还可以调节画质。第一项是码率，哔哩哔哩直播机是给了从800到10000几个档位，码率对画面的清晰度是有比较大影响的。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帮你理解。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盘子，这个盘子的大小是 1080p 分辨率的，那现在我要用豆子在盘子里摆出一个米字，那如果我只有10粒豆子，那么我摆出来的米字就没有那么清晰，那这种你就可以理解为码率为10。那如果我用30粒豆子摆出来的米字就清晰多了，那这个时候码率就是30。所以在分辨率都是 1080p 的情况下，码率越高画面越清晰，但是码率太高也不好。一方面是当我用更多的豆子的时候，这个米字的清晰度提升是很有限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这些豆子最终也都是要通过网络传递到你的手机里播放的，豆子太多，我这边网络上传可能会卡。我们直播最常用的码率是8000和10000，那根据我的测试，10000码率实际消耗的网速是在 1.2兆每秒左右。
那如果你的网速足够且对清晰度有要求的，可以直接设置10000码率。帧率这里游戏直播可以选60帧，相机直播选30帧也可以。分辨率这里是你直播间的分辨率，哔哩哔哩直播机这里最高也就是 1080p。码率控制这里有固定码率和动态平均码率。固定码率就是我不管写什么字都是用实力豆子，写简单的字时还好，但复杂字时实力豆子可能会不够用，导致画面模糊。但它的好处是网速比较稳定，不容易出现卡顿的现象。动态平均码率是指在写简单字的时候少用一些豆子，写复杂字时多用一些豆子。那好处是画面会一直保持清晰，但是它的网络波动会比较大。那如果你是播游戏而且网速比较好的话，可以考虑用动态平均码率。编码器这里软件编码就是 CPU 编码，好处是它的画质会好一些，但是对 CPU 的性能要求很高。那如果你的电脑有独立显卡，也可以选择用硬件编码，也就是用显卡编码，效率会更高。性能平衡这里，如果你显卡不是特别差的话，可以直接选高画质。不过哔哩哔哩直播机的画质上限给的不是很高，最高也就是 1080p 60帧10000码率。那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提升画质，可以考虑用更专业的 OBS 软件推流。OBS 软件的功能与直播机大同小异，也是可以添加多种画面。不过 OBS 有更多关于画质的设置。那比如说在添加采集卡视频画面的时候，除了视频的分辨率和帧率之外，我们还可以设置视频的格式。那这里的格式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采集卡支持的格式，根据采集卡性能的不同，一般会有多种可以选。MGP1G 的画质比较差，一般是不建议你用的。VUI2 画质不错，用的也比较多。色彩空间这里直播的话可以选 IEC709，是现在用的最多的。那如果你想播 HDR 的内容，也可以选 IEC2100。色彩范围可以选部分，实际观看起来清晰度会好一些。除此之外 ，OBS 也可以直播 4K 60帧的高码率内容。你可以在添加视频采集设备的时候，把采集卡的分辨率设置为 4K， 然后再去 OBS 的设置里把视频的基础画布和输出分辨率都设置为 4K。OBS 的码率也可以自由设置。那如果你要播 4K 而且网速足够好的话，可以设置为2万。不过 4K 直播最好是把编码器设置为硬件，也就是用显卡编码会更流畅一些。然后我们再去哔哩哔哩直播机添加素材，选择第三方推流，直播机会给你一个推流地址和推流码。把这个地址和密码复制到 OBS 的推流设置里，在 OBS 里点击开始推流，就可以使用 OBS 的设置进行高码率直播了，画质会更好一些。OBS 上还有一个工作室模式，在工作室模式下会有2个画面，左边是导播编辑画面的地方，导播编辑画面这个过程，直播间的观众是看不到的。但编辑好之后，通过中间这个小滑块进行转场切换，播放到直播间，非常方便。不过 OBS 有一点不太好，就是美颜等功能要依赖第三方插件，很多插件要收费，不如 B 站直播机自带的美颜方便。那如果你是抖音直播的话，也可以使用抖音直播伴侣这个软件，它的操作逻辑跟 OBS 和直播机也差不多。那如果你是用相机接采集卡直播的话，在添加素材的时候有一个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是选择采集信号的话，虽然播出的也是正常的画面，但你是不能设置美颜的。它会告诉你当前的采集卡不支持美颜设置，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素材删掉，新添加素材的时候选择摄像头，这样就可以设置美颜、滤镜和抠图这些功能了。那抖音直播伴侣其他关于画质的设置与 OBS 差不多，也可以调节采集卡的视频格式、色彩空间等高级设置，但直播分辨率是限制在了 1080p， 码率限制在了1万，而且官方不支持 OBS 推流。那如果你想让画面变得更清晰，我们也可以在高级设置里把编码档位调高一些。还有就是选一个支持 VUI2 或者 RGB 格式的采集卡。那相机直播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扩展说一说游戏直播。播电脑游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直播软件里的游戏进程或者显示器捕捉的功能，直接录制显示器上的画面。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在显卡上接上2台显示器，一台用于看弹幕与观众互动，另外一台只显示游戏的画面。但这种直播方式对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因为你的电脑要同时运行游戏和直播软件，那它们2个会互相干涉，抢占你电脑的性能。那如果你的电脑性能不是很强的话，你播出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卡。那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游戏和直播体验，可以考虑使用双机直播。双机直播在线路大件上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相机直播类似，通过采集卡把游戏电脑上的画面传输到直播电脑上，然后我们再通过采集卡上的 HDMI 输出接口或者显卡上的 DP 接口接显示器，用于游戏的高清无延迟的监看。双机直播的好处就是游戏电脑和直播电脑是独立的，互相不影响性能，可以获得更好的直播和游戏体验。但这里有一个声音上的细节需要处理。
就是我们的电脑默认是只能选择一个音频播放设备的。那如果我们在游戏电脑上插上耳机的话，那虽然主播是可以通过耳机听到自己游戏里的声音的，但直播间的观众是听不到你游戏声音的。那如果我们把声音选择用采集卡播放，这个时候游戏的声音会通过 HDMI 线和采集卡传输到直播电脑里，这样直播间的观众就能听到游戏里的声音了。但是我们游戏电脑上的耳机就没有了声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把带麦克风的游戏耳机直接接入到直播电脑上，然后在直播室中把采集卡传输过来的声音打开监听，这样我们的耳机就能听到游戏里的声音了。然后我们再在直播软件里把游戏耳机自带的麦克风也添加到音频输入里，这样直播间的观众也能听到你说话的声音了。那这种方式适合对游戏声音要求不高，只是听个响的游戏玩家。那如果你是要玩对听声辨位要求很高，而且还要与队友开黑沟通的竞技的游戏，那么这个声音经过采集卡和直播软件的处理，可能会有一丝丝延迟。那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我们可以在游戏电脑上加一个这种 USB 声卡。那这个声卡是有2个耳机接口的，它可以把声音一分为2，带耳麦的这个可以接有线带麦克风的耳机，这样你自己就能听到游戏里的声音了。你还有耳机上的麦克风可以与游戏里的队友开黑沟通。那另一个耳机接口可以通过 3.5 毫米音频线传输到直播电脑的 3.5 毫米麦克风接口上，给直播间的观众用。那如果你的采集卡上有这种 3.5 毫米的麦克风接口，那么第2根音频线接到采集卡上效果会更好。那如果你还要开摄像头的话，还可以在直播电脑上加一个 USB 摄像头，它会把你的画面和你说话的声音都同步传输到直播电脑里，你只需要在直播电脑里添加新的摄像头就可以了。你还可以调节摄像头画面的位置和大小。那如果你想让画质变得更好一些，也可以使用相机外接第2个采集卡的方式。那如果你对相机的声音效果不满意，还可以在直播的电脑上再装一个独立的桌面麦克风，用于跟观众讲话。那这种方式虽然需要的设备比较多，但能获得更好的直播和游戏体验。那手游直播也是类似，在手游直播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使用扩展坞，把手机的一个接口分出众多接口，然后从扩展坞中分出一路 HDMI 信号接到采集卡上，这样就可以把手机的画面和声音传输到直播电脑上了。那同时我们还可以给扩展坞接上网线，来让手机获得更低的延迟和更稳定的网络。那扩展坞上最好还要有充电接口，可以接充电器给手机充电。那我们还可以在扩展坞上外接这种 USB 声卡，一路音频接带麦克风的耳机给自己用，那另一路通过 3.5 毫米音频线传输到采集卡或者直播电脑上，给直播间的观众用。那如果你要开摄像头，还可以在直播电脑上装一个 USB 摄像头，或者通过采集卡外接一台相机。你也可以在直播电脑上单独外接一个麦克风，这样收音效果还会更好一些。那这可能就是目前手游直播最佳方案。那不过也有部分手机的接口是不支持视频输出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使用采集卡直播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直播平台自带的录屏工具直播，那原理就跟手机录屏类似。比如用抖音播手游，抖音就会录制你手机屏幕的画面和声音，然后通过无线局域网或者 USB 数据线传输到直播电脑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的手机一直开着一个后台录屏软件，那这个会让你的手机发热更严重，也会影响到游戏的帧数，而且直播的画质和延迟也会稍微差一些。那到了这里，我们大致上已经了解了个人和工作室的直播方案，而大型赛事和舞台直播则更加复杂，它们不仅仅是机位更多，连接更复杂，而且还要控制各机位之间的曝光，对直播的稳定性要求也更高。那同时也需要大量专业的摄影师和导播团队的配合，最终才能给我们呈现一场专业且精彩的直播。但总的来说，直播最重要的还是优秀的内容，设备终究只是辅助，而人才是整个直播环节中最重要的。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那么欢迎发2条弹幕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